这个你们国家人会吃吗？有毛病吗？这不是人的肉吗？怎么可以吃人的肉？这不是直接吃人吗？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来看看一部中国的非常的火的电视剧，叫《亲爱的小孩》。我也听说过，通过这个电视剧可以更加了解中国人的婚姻后和生孩子以后的生活，而且很多人说他们看完这部电视剧以后再也不想生孩子。我也想了解为什么，所以今天我们拍一个 reaction， 一起看看吧。我看了一下登记，胎盘您是要拿回去自己处理对吗？刚才把那个孩子生好了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它是一个袋子，它里面是血，这是什么？那个叫胎盘。胎盘？刚才看这个要干嘛的？刚才不是说要吃？这个你们国家人会吃吗？有毛病吗？这不是人的肉吗？怎么可以吃人的肉？这不是直接吃人吗？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东西是对身体非常好。小鹿的妈妈把这个东西拿去给他的弟弟吃，为了让他的弟弟身体变好。弟弟有什么毛病？他爱吃肉吗？爱吃人的肉吗？不是，就是这个在中国的传统的中医的概念里面，就觉得这个是对身体好的。那你们国家一般怎么处理这个呢？哪扔掉了？一个垃圾桶专门扔这个东西。那如果有一个人骗生孩子的人说没有那个东西，是不是会把那个东西偷走啊？哪里偷的？我们骗他没有这个东西，就骗他，就没有什么恶心东西从你那边出来了吧？但是不是要吃这个东西？谁想吃？是为了保护你的那个自尊心。因为在中国有一些地方，他会把这个孕妇的东西偷走，很高的价格卖出去，骗那个孕妇说已经扔掉了。太恶心了吧！人家不要买这些东西，我的妈呀！不是，那个生完孩子不能煮饭。打开快点！为什么不能打开窗户？因为中国的概念就是生完孩子以后身体会特别弱，所以不能有一点点被风吹到。他们刚才回家了，然后他妈妈来了，还有她丈夫的妈妈来了，还有那个女的，那个女的是那个是叫月嫂，专门照顾那个刚出生的孩子跟他妈妈的。有必要吗？为什么需要这个？他们不是已经有2个妈妈过来吗？这个不明白，因为在我们国家，你生完以后孩子，如果你跟妈妈住，那当然妈妈愿意帮助你。但是如果比如你住在大城市，然后父母不在你身边，那没有人帮助你，只有丈夫和你，然后你们就2个人照顾孩子，然后在中国5个人在照顾一个孩子嘛，你们不觉得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吗？我不明白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生了1个孩子就有4到5个人在照顾，如果他那个妻子妈妈过来帮忙，就是完全合适。就在我们国家也经常生3到4个孩子，但是你自己照顾也没有父母帮助你，当然他们也愿意过来帮忙，但是完全不是像中国。我一个朋友他就生了孩子以后，然后有一天超级忙，一个周末有自己的事情，然后就把孩子给妈妈了。这样他会被很多人看不起，然后被说是很不负责任的母亲，因为就是把孩子给了妈妈照顾2天。在我们国家，你生孩子以后也就会拿到政府给你的以前的收入75%，其实是还好的数字，但是这些钱有时候也不够，因为其实你生完以后孩子也就是不是很便宜的事情。我们产假是3年，我听说在中国你生完孩子以后你马上要回去工作，这个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个有点像美国吧。如果你没有那个老人帮助你照顾，那你就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孩子。而且在我们国家幼儿园是3岁开始，但是在中国那个孩子，如果你没有父母照顾，如果你父母已经走了，可能就是妈妈放弃工作，然后在家里照顾孩子，等孩子长大一些再重新找工作。所以会放弃工作，对吗？然后就没有钱，没有政府钱，没有。那谁还愿意生孩子？在我们国家，我们生孩子之前和以后确实大家是非常的小心，就是100分小心。但是我发现在中国还是情况完全不一样，就不是100分小心，是那个超级小心。我觉得这也是还是有点过分吧。我其实今天真的了解到了，就是我们跟中国还是文化差异区别也太大了吧。我也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国生孩子以后生活是怎么样子呢，然后今天终于更加了解了一些啊，这个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，其实是文化差异太大了吧？我觉得看完这个电视剧后，我要多了解一下中国坐月子的这个概念，然后学习一下，因为太有意思了吧，就是太不一样了吧。那我们视频到这了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，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。
拜拜。